大家好，我是面具人。说正题之前呢，先来给大家印证一下我昨天、前天给你们说的判断是不是准了。你看，比特币涨了，其他的币反而不涨，是因为要腾出一些空间，并且呢，杀多那些认为大饼涨了，所以其他的币也会涨的 old school 们，并且呢，一旦整顿完毕了以后，就会暴拉，根本不给你们上车的机会。所以呢，你们看 AXS 从大家都悲观的70块、71块钱，直接暴涨到了91块钱，非常的快，仅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涨了这么多，根本不给你们上车的机会。面具人，我早就给你们透露过消息了啊，我之前就说了啊，大盘涨，其他的币跌，一定不寻常，是不是啊？让面具人我说准了吧？不信的可以去翻我昨天、前天的视频去啊！面具人和那些大神博主们不一样，昨天明明是说错了，第二天呢还要说自己说的是对的，以此来骗新观众，玩这个幸存者偏差，尤其是还要请一堆机器人网托刷留言，留的那些肉麻的留言呀，什么哎呀，老师你讲的好棒！哎呀，老师你是神！哎呀，不看老师的精准分析，我都睡不着觉。哎，就这种摆地摊的骗术，你们谁信谁傻逼啊！所以说呢，看面具人我的节目啊，我从来不搞这些，什么搞推荐码呀，请一些水军网托来给我留那种舔屁眼的留言啊，我不搞这些事情。我说的事情都是真真实实的我自己的反应，没有任何的什么利益瓜葛呀，有什么庄家呀、机构呀委托我啊，我只是一个视频爱好者，跟大家分析经验啊，分享我的心得啊。看面具人我的节目或者加我的会员，还是有大大的好处的，因为我说的，你看是站在咱们消费者、咱们投资者的角度，而不是站在那些要割韭菜的为机构或者交易所服务的那些人的狗腿子的角度，听懂了没 ？OK， 咱们现在来说正题啊。哦，对了，距离抽取 Axie 鱼类蛋的开奖日期只剩5天时间了，抓紧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并且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奖了。顺便呢，大家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今天呀，面具人有几个可疑的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啊，那就是这个消息不知道是算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啊？大家可以评判一下啊。来看图，2021年9月3日，央行发布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版》。报告在展望的部分中提到，虚拟货币交易等领域的整治工作基本完成，已转入常态化监管。各位觉得这个消息是利好呢，还是利空呢？觉得是利好的请留言打1，觉得是利空的请留言打2。那这段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啊，就是以后不严打加密货币了，常态化监管之后呢，大家的买卖可能就要通过一定的官方监管的手段去合法的交易。还有呢，这个北京交易所也搞起来了，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吧？并且呢，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啊，那就是北京交易所有不涨停机制。什么叫做不涨停啊？说白了，这种机制呢，就是为了给加密货币的交易留了一个端口。你说我党前段时间还在不停的砸盘，为啥我党这个时候要放出利好消息呢？为什么？这个态度变化的也太快了吧！观众朋友们，现在是几月几号了？哦，对了，9月份了吧？距离美国的3.5万亿、4万亿的大撒币还剩1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已经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了，对吧？前段时间面具人也讲过了，如果美国和中国继续维持对抗关系的话，中国一定会让拜登政府非常的难受的。比如就是把币圈给你搞砸了，砸到底，砸穿，让你无法消化印钱产生的泡沫啊，大家都不敢投资币圈了啊，这个钱也就没有办法被吸收走。这样做的话，美国就会陷入崩溃性的通胀，并且呢，共产党的战略是立体性的，它不单单是针对币圈啊，还有外贸、金融、股市，
等等等等各个领域啊，包括这个资源方面。我们仔细看一看啊，拜登在撤军的问题、欧盟呀、东南亚的盟友关系问题上，以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斗争问题中，都处理得不太好。拜登政权呢，很快就可能被川普政党呀，或者是共和党的那些，包括现在呀，也丢失了很多民意啊。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恶化下去，拜登的政权很快就会瓦解的。现在拿着刀把子的是中国，不是美国。你要说在00几年的时候、90几年的时候，美国的全方位实力还是碾压中国的，但是现在不了。现在美国不但碾压不了中国，而且呢，美国的生死几乎都被中国捏在手里了。如果美国和中国真的撕破脸皮真干起来的话，结果一定是共产党受到了一定的打击，而美国绝对会被打解体。拜登呢也会被强制的拉下来，而且呢，在疫情、军事、外交都处理不好的情况下，还成了亡国之君的话啊，包括还有川普党的深仇大恨，拜登家族的下场会非常惨的。所以呢，在军事外交搞得一塌糊涂的情况下，拜登政府能保证自己的执政合理性的唯一救命稻草就是经济。所以呢，拜登就派了自己的特使克里去中国和中国谈和。从经济、军事、外交、气候等问题全方面的可以看出来，美国政府在服软。大家注意一个时间点啊，那就是克里和中国达成友好交流的日期是9月3号，而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转软就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同样呢，放出了不再严打币圈的政策，也是在9月3号之后，具体是9月5号。种种迹象可以看出来，中国和美国已经达成了一些默契了，而且呢，美国也确实必须要放弃老大哥的宝座了。其实中美俄真的是互相牵制的关系，俄罗斯也不想中国垮了，中国想亲美了，俄罗斯也同样难受了。同样的，美国完蛋了，就丧失了中东和欧洲从后院牵制俄罗斯的能力。如果说俄罗斯没有被牵制的话，俄国人的武力是绝对碾压中国人的啊！到时候呢，想要啥直接过来抢就行了，中国就真的成了俄罗斯的嘴边肉了。美国同样也不愿意看到中国亲俄，总之呢，就是《三国演义》互相牵制。但是美国一定是要从老大哥的位置下岗了，这点呢是毫无疑问的。拜登和川普不一样啊，川普这个人有点神经质，变化莫测，而拜登呢，他是有一定规矩可循的，他干事是有规律的，你很容易能摸透他。拜登更软。那既然美国都服软了，那中国也就没必要死咬着美国不放了，对吧？啊，大家都是图财嘛，对不对？你不咬我了，那我也就不咬你了，大家就可以和和气气的互相勾兑做生意割韭菜了，对吧？两个世界强国加起来啊，搞什么这个经济呀，搞什么互相勾兑呀，搞什么割韭菜呀，那一定是事半功倍的。其实在中国对待美国的问题就可以看出来共产党的作风，我不知道你们看出来了没有，就是共产党非常谨慎，小心驶得万年船呀。去年呀，习近平的团队是非常不愿意看到拜登当选的。为啥呀？因为不确定性。当时习近平通过几轮贸易谈判下来，发现对付川普是游刃有余的。既然这样，何必换掉川普呢？对不对？万一换上来的拜登不好对付，岂不是自找麻烦？共产党的这种谨慎的作风，也让他成功的活了70年了。只要现在能解决的人，我就一定不会换上一个未知的人。那么咱们再退一步看美国这边，作为美国来讲也是个矛盾。你说这川普不好，那与其这样烂掉，不如换掉，希望换上来的拜登能救美国于水火之中。这是理想状态啊，换人是换了，而且呢，共产党当时也吓尿了。可是呀，事情的发展却是逗你玩，人算不如天算呀。共产党也是自己吓自己。换上来的拜登呢更好对付，
不知道拜登真的是如之前那些大外宣编织的阴谋论一样的和共产党有着数不清的关系，还是说他真的是能力不行？但是美国搞砸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样来回玩了几下啊，美国已经没什么筹码了，美国就必须要低头了，因为他没牌打了。咱们来看这个自由民主人权牌，已经在中东呀、缅甸呀打烂了，全部打失败了，对吧？你说要给中东、要给东南亚、缅甸带来自由民主，给越南带来自由民主，结果呢？结果就是搞得一团乱，然后自己跑了啊，出卖队友、出卖盟友，对吧？咱们再退一步，再来看看美国擅长的经济牌，经济牌也没有了，美国自己的经济都快崩溃了，你说他不低头咋办？并且呀，这个美元呀还是要印的，不印解决不了问题啊，不印现在就得死。拜登接下来的几万亿必须发，所以呢，美国还是需要大量的廉价材料、廉价劳动力、廉价的商品。那需要这些东西都必须要跟中国合作呀。同时呢，刚才说过了，经济才是拜登执政合法性的根基。如果说连最后一个民生经济问题都搞不好的话，那拜登肯定完蛋了。那经济从哪儿来呢？嘿嘿，从哪儿来？欧洲人不会给你这个雪中送炭的，对吧？欧盟现在自己也是一团乱，对吧？而且欧洲人要经济上支援你美国的话，他们的选民也不愿意，对不对？那你说经济从哪儿来？观众朋友们啊，只能从中国来呀，对不对？中国援助谁不援助谁，老百姓根本没有参与权，对吧？中国说要买美国的美债，哪个老百姓敢不愿意，对不对？所以说拜登他现在的执政的根基必须要依赖中国买他的美债，或者是让中国的资本来美国投资，让中国人和美国做生意勾兑，把钱弄过来，对吧？那这么做的话也会被渗透，因为你的资本太依赖中国了。不过没办法，想不了那么多了，与其现在我搞垮了、搞崩了，成为亡国之君这是快死，我不如选着拖下去慢死吧。总不能让这个美国的百年基业，全球最伟大的、最强大的国家栽在我的手里吧？这换谁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家族背上这种遗臭万年的千古骂名的。所以呢，拜登只能选择慢死。本来面具人我还在担心中美会拼个鱼死网破呢。真拼下去的话，那么币圈很可能会以中共胜利式砸盘而结束。可目前来看呢，死斗的话，习近平敢，拜登不敢。那大家就好好谈呗。习近平猛得很，跟你拼命，你不敢拼，不敢拼，那你就服软。最后服软了，既然达成协议了，那这中共手里的矿场也都可以留着了，和美国一起拉盘，拉完盘了以后再抛售，收割散户，对吧？所以面具人我判断呀，币圈接下来都会是稳步上扬的，就像我昨天早上紧急出节目给你们吹哨的那一期一样它先退下来一点点，比特币该诱空的诱空，其他的币该爆多的爆多，然后嘞，大家就一下子齐刷刷的上青天。其实面具人我这儿还有很多好项目，还有一些经济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呢，碍于时间有限以后有空了咱们在会员群里面再说。如果有想要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群的，请加我的 LINE ID， 看，这是我的 LINE ID maskman996， 添加我就可以办理会员入群手续。各位观众，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祝你好运，再见。